Hello，神剧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，这次带着新的作品《这一秒过火了》和大家见面啦。大家都说轻易这款民国少爷放在现代也是 T0级别的男人，那作为诠释者本人，张凌赫怎么看？T0级别 ，Top 级别是吧？是，我也认可，我也认可。慕容清逸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他说惹事嘛，我最擅长。其实，在很多人的眼中，清逸也是一个惹祸精，这里打了一个引号。对，惹祸精更准确一点，应该说是清逸的行事风格会比较不一样。找个人对比啊，比如说我大哥行事可能就会比较正派一点，清逸就会用他的一些小伎俩、小方法去辅佐大哥，或者说去完成他自己想做的事儿。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句话，惹事嘛，我最擅长，其实就是清逸对大哥说的。大哥想让清逸帮个忙，因为大哥的身份的一些原因，他没办法去直接的做这件事儿，就只能轻易出马去当这个搞事情的人。明白，其实清逸在大哥和叶老师之间，他是一个助攻的角色，他是个非常强大的僚机。对。之前清逸说过一句话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不能够通过时间来衡量的。清逸对素素是 all in 式的感情，你怎么理解这种感情呢？素素对于清逸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是因为3年前因为素素的存在，让清逸认识到其实他自己一个人活着，其实也不能一个人活着，而是需要去更多的接受到爱，让他自己的内心去反馈出这些情绪。所以说素素的存在对于清逸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他往后面走，或者说完成自己梦想的一个动力。相当于说独活先生他遇到了这个另外一半，可以让他不再独活了，让他的人生会更加圆满一点。剧里清逸当过医生、航校校长，还有很多个社会身份，你最喜欢他的哪一种社会身份？为什么？最喜欢他航校校长的时候，因为清逸当航校校长的时候，他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嘛，而且也因此轻易去完成了自己的想做的事儿，就是去保护那些苦难的人民，去完成一些救国救难，也是担起了哥哥给他的一份责任，也是完成了哥哥给他的遗愿。对，所以说在这个身份，在航校校长这个身份下，其实轻易完成了他很多自己以前完成不了的事儿，而且担起了他自己责任，让他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男人。因为在航校拍摄的戏份，大家看着你穿飞行员的衣服都说王牌飞行员慕容清逸申请出战。你之前有分享过自己是小小军事迷，我自身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，对啊，所以说我刚刚说我穿上军装的时候，我会非常兴奋啊，我自己的爱好。那给我们聊一聊后来成为航校校长的慕容清逸吧。我特别喜欢航校校长这个身份，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哥，因为大哥之前是航校校长，但是大哥意外去世之后，其实这份重任就会到我的肩上来，我必须得去替大哥去完成他未完成的这些东西。而且自从慕容清逸当上航校校长之后，他其实找到了一份自己，他通过这个职业，他找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而不是说单纯的陷在这个爱恨的纠葛里边，他需要有一份责任去担当起来，他需要去解救这些苦难的人民，他需要去帮助大家把这些红丸啊，或者说一些敌人啊给剔除掉。清逸做医生的部分也比较短，大家都说有一种恰似夜归来的感觉。恰似夜归来，何苏叶是吗？不一样，何苏叶是中医，但清逸是西医。对，而且清逸是可以上手术台的医生，他是外科医生嘛，来做手术。但其实这个身份很悲情了，因为清逸前期经历了一些磨难，他的手被挑断了，所以说他这个职业其实在他的人生当中算是一个创伤，没能够完成他想上手术台做一个医生的一个这个愿望。他们还给苏叶和清逸起了一个 CP 名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1001夜。1001夜啊，这都能组起来。对，好吧。还有清逸和谢薇的 CP 呢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他是一个外表冷漠怼人的嘴强王者，但是内心却比谁都柔软，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你怎么理解这份反差呢？我觉得是一样的，还是得基于清逸这个人的本质来说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但是呢，同时因为他小时候身边没有很多人去爱护他、照顾他，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缺爱的人。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嘴上比较硬的人？因为他害怕自己受伤害，他想得到别人的关注，可能他嘴碎一点，在他的认知里边啊，我嘴碎一点可能会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，我去逗一逗我姐姐，去损一损我妈妈，可能他们会不会把更多的关注放到我身上来？所以说我看清逸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，我会觉得有点心疼他，对他渴望被爱，渴望引起这些人的注意，其实就是嘴上一套，但是心里想的是另外一种。对，心里想的是希望你可以多多的爱护我。因为剧里清逸和素素是笔友，但清逸还专门拍了自己的照片寄给素素，能不能给我们聊一聊这个阶段清逸的内心状态？内心状态，那就是希望我拍一张帅帅的照片，让你能够喜欢上我嘛，也是跟刚刚一样，我希望我的照片可以引起你的注意，给你留下一个好的形象。如果你有筹码可以帮清逸扭转一次局面，你会选择在哪个节点帮助他？为什么？扭转一次局面，那就是
3年前那场误会。对，希望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希望轻易不要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，他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当一个非常好的外科医生。后面这一系列的爱恨纠葛也不用再去经历了。剧里面轻易一把火烧了龙胆花田，其实之前他有在一直细心的呵护这个花田，包括后面也烧了小木屋，这2次分别是出于什么样的内心状态？能不能给我们聊一聊你的理解？第一次烧花田，轻易是处在一个比较绝望的状态，因为他刚出狱，刚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误会，让他挑断了手筋啊，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所以说他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希望。他把这花田烧了，断了他自己对素素的念想，断了他自己对继续生活下去的念想。其实是一个很悲情的状态。后面那个烧小木屋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，因为当时是他误会素素杀自己大哥，大哥又去世了。他在面对这2个挚爱的人的时候，他选择了让自己离开，让自己这些念想全部断掉他。轻易是一个很爱憎分明的人，他曾经把大哥当作是他唯一的家人。那确实是当时只有他大哥一直在关心轻易，而且其实在轻易心中也知道了，只有大哥是真正对他好的，所以说他在过节的时候只有打电话给大哥，他想从大哥那边获得一份温暖，因为一个人在外，他也需要一个人陪他讲讲话。怎么理解2兄弟之间的感情呢？你觉得弟弟有怪过哥哥吗？轻易在哪个节点选择释怀和原谅呢？有，肯定有怪过哥哥。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责怪哥哥，是轻易有点误会哥哥，说哥哥当时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保护好我，但其实是站在哥哥的角度，哥哥是已经用最好的方法、最全面的方法去保护好轻易了。后面和好其实就是因为2兄弟通过一场打架把这话给说清楚了，而轻易需要的也只是这个，说大哥，你只要跟我说一声，轻易我是在乎你的，轻易当年我是想保护你的就行了。轻易需要的只是这一声关心。大哥去世之后的那场戏，你在雨中下跪，是不是你的即兴发挥？大家都说慕容轻易这一跪又诞生了神级场面，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聊一聊这场戏呢？这场戏是我跟导演的发挥，因为本来剧本写的是轻易看着大哥的相片就在书房里面独自哭泣，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会觉得不够，所以说我跟导演说，要不要看到照片之后拿照片在外面雨中有一个这样的氛围感的场景，代表了轻易其实对大哥的死亡、大哥的去世会有很难过的一个心情嘛。导演说 OK， 拍了一场雨中下跪的戏，而且其实当时还加了一点，是我在看大哥给我的信的时候穿插了一些大哥写信的画面，跟我那个雨中下跪的一起混着剪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我跟大哥之间兄弟情，2个人都在为对方付出。大哥去世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一些情感，还会有一些剧情来辅助，对，增加一下这场戏的浓度。因为我觉得我跟哥哥的感情其实在这儿有一个节点了，而且前面都铺了很多我跟哥哥的情感，我对哥哥的情感也是很浓的嘛，所以在这儿需要一个兄弟俩的这些画面的堆叠。轻易的一生都在学着去告别，他一开始小的时候告别自己的养母，再到后面告别其他的亲人，但他为什么在经历这些分分合合之后，还愿意相信爱，以及愿意给予给别人爱呢？这是因为他底色是好的呀，他底色就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轻易其实一生追求的就是爱，他小时候缺爱，但是他非常非常渴望这东西，但是亲人又一个一个离世，还好是什么？还好是在亲人离世之前，他都体会到了这些亲人对他的爱。作为一个运筹帷幄、很擅长布局的人，剧里面演轻易的哪个节点让林鹤本人也演爽了？我想一场具体的戏啊，有一场戏是素素进金库去救人，然后我去救他，最后我一个人在金库外边把那些敌人给打下那场戏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而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怎么说呢？就男生喜欢那种一人阻挡万敌的那种感觉，我一个人保护了很多人。这场戏就是戴面具的那一个，前面戴假面具，后边是把面具摘了之后就打得血滋呼啦那场戏。剧里面其实有很多枪战，想问问林鹤用道具枪射击的感觉怎么样？太吓人了！我以前没有开过真枪，就玩过那种玩具枪，我以为开枪是一个很帅的事儿，而且我拍戏之前也非常期待这件事，但是开第一枪给我吓得面部表情都控制不了，就是每开一枪都得眨一下。我之前听其他演员说过，人没有办法做到开枪的时候不眨眼，控制不住，真控制不住。就是你连开几枪，可能后几枪就习惯，但是开第一枪的时候，那砰一下，面部表情一定会挣扎一下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这里面道具是仿真枪，还是专门拍戏用的？对，它就是一把真枪，但是是空包弹，是安全的了。对，但是那个声音是非常真实的，而且其实戏里边是不能戴那个耳塞什么嘛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不戴，那个声音会让你耳鸣，非常可怕。那这一次也经历了很多爆破戏，在苗火剧组拍爆破戏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？特别的事，我拍第一场爆破戏的时候就把我给吓到了，就吓得我都拍得受伤了。对，因为吓一跳，然后摔下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动作，就把肩膀给弄伤了。现在好了吗？早就好了，小伤。对，就希望后边拍爆破戏可以表现得镇定一些吧，起码面部表情控制一下。因为轻易他
有很多大情绪的戏份，想问问，一般大情绪之前，你会怎么调节自己的状态和进行情感的准备呢？我会不太爱说话，对，因为拍这种戏最重要的是进入情绪嘛。这场戏前面的所有的戏啊，或者说后面的一些戏，都得去脑补在脑海当中，把这个情感酝酿足了之后，才能去拍这样的大情绪戏。我会不说话，大家好像看上去我心情不好的样子，其实我是在酝酿情绪。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有小狗，你回复了一个超可爱送给我。如果林赫可以拥有一只小狗，你会给它取什么名字呢？给它取什么名字？有一个名字一直没用上，打火机。之前给火焰山取名字的时候想叫打火机来着，但后来就叫了火焰山。给那个乔乔取名字的时候也想叫打火机来着，但是后来用了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如果我有小狗，我给它取一个就叫打火机吧。作为我们节目的14次嘉宾，最想对神剧亮了的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？哎呀，14次了，3年了，这么多戏，感谢大家一直锲而不舍地看了我14次采访。希望后面会有更多的好的剧带给大家，然后也会带着好的剧来神剧亮亮跟大家做客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知道轻易跳火车的那场戏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再摁啊！稍等，不吓人，不吓人。哦，我知道，它是那个有那个棉花那个是吧？等一下，摁哪儿啊？摁这个。我说句什么咒语呢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哦一，你开了没啊？让我很尴尬啊现在。哦一，把我那个震惊的表情剪掉它。这个寓意就是想说祝我们这一秒过火。这一秒点火。哦一。这个现在只能喷一次，我把这个纸也送给你，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纸放进去就可以。哦，明白明白，这一秒过火必火，这一秒必火。因为大家说你那天的造型很像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翻糖吗？对，是用轻易的出场的造型做的。哦，这个好哎。因为剧里面有一个剧情是，轻易穿着衣服回家的时候，大哥说：“那你就留在家里吧。”他说：“这里不是我的家。”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给他一个家。对，我们节目组就是给你做成了这样一个小家的感觉，让轻易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这慕容轻易腿太长了吧？因为是你演的慕容轻易，才让他的腿这么长啊！谢谢，很感谢很感谢。这个我怎么带过去呢？这里就是有一个灯，打开就亮了。哦，好嘞，明白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对，这个什么呀？鲨鱼啊，小鲨鱼。这小鲨鱼啊。然后还有我们爱奇艺的猕猴桃，我看到了。我在这里给你展示一下，它是真的会唱歌的。应该放一首《过火》。它没有办法这么智能。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吗？也行。对对对，小心可以，感谢。用3个慕容轻易的专属 pose 来给我们拍照片吧。慕容轻易的专属 pose 可以啊。借个道具啊，来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刚刚好。不要，就用这个。还有什么姿势啊？